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篇文章：教你炒股票95，修炼自己。2008年1月22号。我今天为什么选择这篇文章呢？我们先看一下2008年1月22号禅师为什么在当天写了这篇文章。我们把它这个图形调出来，这是 A 股的上海的这个大盘指数。我们看一下这个1月22号，2008年1月22号，对吧？然后他这个文章是在下午4点10分，也就是收盘以后。这个当时的这个 A 股，我们看一下裸 K，这个最高点6月24，当时从最高点6月24下跌到这个5000点吧，是20%，20%弹了一下，到5500左右是弹了10%，从5500跌到这个2008年1月22号又下跌了20%，那么基本上就是从最高点6月24下跌到目前这个位置是下跌了30%。那么再看一下2008年1月20号这根 K 线，这是当天那一根 K 线，在它前一天，因为当时2008年1月22号是周二，当天是下跌了7.2%，它的前一天的话，1月21号是下跌了5.14%，对吧？这个当时的大盘这两根 K 线跟我们刚刚经历过去的这周周四和周五的大盘下跌的那个幅度几乎是相同的，基本上就是2天下跌了有10%左右的一个空间。那么大盘下跌10%，那么个股就跌得稀里哗啦了，这个杀伤力还是非常强的。那么在1月22号，禅师就写了这篇文章，修炼自己。我们看一下，禅师是这个文章的具体的我选择的这些段落。本 ID 觉得，当人被刺激后，大概学习的效率会高点，所以就连续写课程了，让有缘人得知，要战胜市场，首先要了解市场的众生。市场是合力的，而合着力的不是机械，而是活生生的人。市场中最多数的都是糊涂蛋，赚了钱不知道为什么，亏了钱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变青蛙了也会说，井上面的天空好大好复杂，怎么处理呀？哪里有拐棍啊？几乎绝大多数的人进市场时根本不知道市场是什么，然后就不断投入，最后有些输红眼了，砸锅卖铁也就进来了。对于市场，本 ID 有一个观点，大概有点过分，但确实是对的。市场就要零投入去赚钱，你投入市场的钱一定不能无限增加。如果说你第一笔投入100万还不能赚到钱，你还投什么？你100万都搞不好，难道想搞100万的平方啊？只要你有稳定的技术和操作，初始投入多少根本不重要。就算你只有1万元，10次翻倍，操作后也就1000万了。而即使你开始有1000万，10次连续的亏损后，你也没有多少了。问题不是投入的多少，而是技术与操作。所有把市场当赌场的，最终的命运都只能是悲惨的。对于市场上的众生，本 ID 给的第一忠告就是，把你的第一笔钱运作好，然后把本儿拿走，最后把这利润变成巨大的数字，这才是市场中的真正操作。市场上的成功是以10年为单位的，无论你开始有多少钱，10年都足以让你变成上一个足够大的台阶。10年都足以让你变成上一个足够大的台阶。这个可能是我在拷贝的时候，这个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文字不够流畅，可能是有一点小问题。一笔零成本、零投入的钱，让你在市场中无比轻松。绝大多数的人因为贪婪而不断投入，又因为恐惧而落荒而逃。但市场进来一次，几乎就很难再离开了。落荒而逃的
最终都是在高潮中又被忽悠进来，最终还是青蛙给煮了。这种事情难道还少见吗？市场中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对操作水平的提高，这是一切的根本。别人最多是你的陪练，学习理论一定要彻底穷源，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升级。功夫是要磨练出来的。用你的第一笔钱，一笔绝对不影响你生活的钱，创造一个操作的故事，这就是市场的操作者。操作的层次很多，这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把基础弄好了，你可以不断前行。市场的机会无穷，坐一次电梯不怕，关键是电梯之后你不能再电梯。修炼自己，市场中生存，别无他法。那么这篇文章我节选了绝大部分，内容并不多，但是希望能给最近过去这一周，在被市场蹂躏的或者说被市场摧残的大部分的一个散户朋友，毕竟大部分人是只能以做多为操作的。现在这个市场还是比较血腥的，那么但是想在这个市场中生存的话，别无他法，对吧？你只能修炼自己。没有人是你的管棍，你也找不到任何的其他的这个人来替代，因为任何一笔交易都是你去点鼠标进场卖出。所以说，不要有这个依赖心理，不要有这个想找拐棍的这种想法。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能够提高自己，让自己在这个而且不要有赌的心态。我发现好多，我也有进入到很多微信群呢，还有很多论坛呢，对吧？很多北美朋友们经常看的论坛我也会看，发现很多人，就是很有一种把市场当成赌场的这种状态。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尤其在这种快速下跌的这种过程中，对吧？很多人可能是想搏一把，想一把就把本捞回来的这种心态，其实这个在这种过程中非常危险。一旦你全压上去之后，一旦那个你的操作水平不够，达不到你的判断，那么没有按照你的预期来的话，你就很容易就把你这个机会全部在一次中上，就是破坏掉你以后有可能翻身的机会，对吧？因为投资毕竟是一个长期的事儿，你想一次两次，你看看现在成功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大师们，你看他们是有几个是靠一次两次搏出来的。那些做期货的倒是有很多，期货里面有很多故事，因为毕竟期货他们用的是大杠杆，对吧？但是也成功的就是留下来的，我们知道的又能有几个呢？所以不要把市场当赌场，而是即使现在可能亏了一点，套了一点也没有关系，毕竟这个市场不可能一直跌下去吧，对吧？所以说，最终的还是要看你自己，而不是说现在市场的好坏。毕竟市场坏的时候有坏的做法，好的时候有好的做法，最主要的还是看你怎么来选择。好的，我们来到我们这个周末要做的这些复盘的这些东西，先看一下下周要出的这个经济数据。下周其实还是有比较重要的这个经济数据的，也就是 CPI 数据。但是呢，像刚过去的这个周五有这个非农数据，还有美联储的一个讲话。因为特朗普的这个一顿三板斧也好，一顿这个王八拳也好，一顿乱拳打死老武师啊，一顿乱拳输出，让现在市场的关注度全部跑到特朗普身上了。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一个疯狂的关税政策，现在网上的谈论的视频也好，专家都说了很多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复述了。那么现在就看，因为看一下这些CPI 数据啊，通胀数据有没有一些变化，看一下美联储能不能够降息。但是周五美联储主席已经讲话的时候已经说了，说现在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他们还是要按兵不动，对吧？他们说，在一切没有明朗之前，他们是不会进场降息的。那么，这就是周五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那么，下周四有这个 CPI 数据，周三的话有这个美联储他们的这个会议纪要，对吧？但是这是上一个月的。然后周五的话还有这个 PPI 数据，所以说3、4、5的话，这个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但是呢，下周除了这个经济数据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周五4月11号又来到了财报季了。那么每次财报季都是这些大的银行、投行做先锋，他们打头阵。所以说又到了财报季，财报季再叠加现在这个市场的一个状况，那么就更重要了，对吧？如果说你的这个业绩不好，然后再碰到现在这么一个大环境，那么你就可想而知你的图形会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我们关注的重点就变到又要看红军官的特朗普的这些，又要看这个公司的这个基本面，所以这个还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我们今天就简单说几个，说一下这个标普，然后看一下这个 VIX 震荡指数，然后呢再看一个耐克。耐克的话是我们的有一个会员朋友们一个提问，那么我们今天也因为在周五没有这个做直播，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多说一个这个耐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标普，先看一下它大周期。那么在上周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在做这个复盘的时候已经，因为这根 K 线呢，刚好是我们看一下，刚好是本周的这个第二根 OK，就是它还包含了3月31号一天的这个 K 线。我们把这个画图软件弄出来，就是这根 K 线还包含了3月31号的这个 K 线，不完全是4月份第一周的，但是不论怎样，这根 K 线的杀伤力还是非常强的。本周这根 K 线跌了9.08%，这个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月线上的话是出现顶背影以后，对吧？出现顶背影以后，出现了第二个月的一个大幅下杀。那么现在的月 K 线也跌了9.58%了。那么从高点6147下来，我们看一下，从高点6147已经下跌了17%了，18左右，快到20%了。那么我们之前在分析的时候，就是说大周期，我们为什么要看大周期呢？对吧？大周期就是给到类似一个 GPS，我们找方向。那么大周期看方向，我们之前一直叨叨这个标普的大周期月线上出现过很多次的顶分型，很多次的顶分型。那么出现顶分型之后，它不意味着要回撤一笔。你看这个位置，它出现顶分型以后，也是回撤了3个月吧。这个位置应该是疫情的时候。啊，这个不是，这是2023年的时候。那么疫情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疫情的时候在这里，然后连跌了2个月，对吧？然后美联储开始救市，这个位置现在这个快速下跌啊，我们比较一下，最近的这2周的大幅下跌，跟当时2个月的下跌，跟当时疫情的时候很像，你发现没有？但是呢，当时是在这个位置是慢慢爬上来的原因，就是因为美联储救市了，他们说，不惜代价的要那个印钱，造成了这个市场开始慢慢爬回来。那么为什么跟现在是有不同的呀？周五这个美联储的主席讲话很清楚，现在这个整体的状况很不明朗，我们还需要按兵不动，还需要等待，对吧？现在市场现在这没有依靠了，那么基本上类似一个自由落体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吓人的。那么如果说它要砸到0.5的话，4819，那还有多少？我们看一下，还有5%。如果说砸到0.618，还有10%，对吧？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15%的空间吧。15%的空间，如果说砸到4500的话，那这个空间指数跌15%，你的个股可能就腰斩、什么膝盖斩、大腿斩。对吧？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整体状况还是非常恶劣的。我们看一下最近这3个月吧，看一下这3根 K 线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周线上没有太多变化，周线上也是这个一根 K 线下来，然后这个 MACD 快慢线已经基本上有一根已经到0轴以下了，然后这个柱子的长度慢慢开始生长，都非常吓人的那种状态。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这么的一个凶狠，之所以这么凶狠的原因就是它的速率太快，
下跌的又急又快，造成了这个基本上没有抵抗，就是一种这种下跌基本上就是多空共识状态下。什么叫多空共识呢？就是多头也知道现在这个具体的情况，他也不会买，那么空头肯定是一阵做空，然后你这种就是它达到了一个共识，所以说它是又急又快。那么在周线上是一段就一笔就下来了。那我们之前说过，从这个6147这个位置，从3491到6147这个结构已经非常饱满了。我们在之前在这个6000点以上的时候已经多次提及，这个结构已经非常饱满，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还给了一个三买，然后打了一个背驰之后，对吧？这个结构，这所有的这些在月线上就是月线上那一笔，月线上那一笔。那么现在就是以6147作为一个起跌点，或者说以一个中期的一个大顶来分析了。现在就是，那么现在只是周线上的第一笔，周线上的二脉还没出现呢，对吧？它完全是可以到这个我们刚才说是到4500吧？看一下月线上4500，如果说真砸到4500的话，那么基本上砸到这儿，可能弹一下，给一个二脉，然后再往下走，也可以。就是现在目前，这个周线上还没有出现二脉，它也是可以弹一次。即使说，比如说5000点，因为毕竟是一个大的整数位嘛，如果说下周到了5000点弹一下的话，那么就要关注会不会出现一个二三脉重合的一个位置。什么叫二三脉重合呢？因为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的，5773这个位置是前面这个小三脉。也就是说，这就构成了一个类中枢。如果说反弹不能够碰到5773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二三脉重合的一个位置。你也可以从这个现在的价格，假设在5000点的话，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它如果说砸到5000，然后反弹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弹到这些位置。如果说碰不到5773，因为只有到了0.618的话，还是没有碰到5773，还是二三脉重合的一个卖点，那么还要往下来。对吧？二三买重合的这个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一下这一笔的次级别，也就是它的日线上就有一个二三买重合，这就是6147下来之后的日线上的结构。那么在日线上，这是这个起跌点，然后是一个123段，这就是一个二三脉重合的一个卖点，5786.95就是二三脉重合。当时这个反弹呢，刚好是弹到了0.618，0.382应该是，对吧？刚好是弹到了0.382最浅的反弹位，然后出现了一个这个顶分型之后下来。当时这个反弹的时候啊，从这个5504弹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当时我的预期呢是能够给市场一个机会到5901或者5900吧，因为当时是在这个我们画一下。我当时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甚至是碰到了5705的时候，我当时的这个个人预期的话是能够到5900，因为我当时说市场对这个美联储对这个特朗普的关税，这个政策或者说特朗普上来之后的这些政策已经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状态了，它的三板斧已经砍完了，对吧？那么它现在市场已经对它的不确定性已经，它最大的对市场来说，不确定性是最有害的，对吧？也是市场最害怕的。那么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反而成了最大的确定性。我当时的判断是，市场已经预期了他这些了，已经知道他要干什么了。那么预期是能够爬到5900，爬到5900，上面这个中枢的话回不去的话，就是一个二三脉，日线的二三脉。那么给一个机会让大家出逃，但是它砸到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到3月27号的时候，我还没有改变我当时的一个看法，因为它只是回到了1小时上的一个中枢里面，对吧？当时我还是说，哎，回到这个1小时中枢里面，看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还是什么时候改变呢？就是这个3月28号的时候，3月28号跌了1.97%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说，看法已经发生变化了，起码要先跌破这个前面这个低点5504之后，出现一个盘整背驰之后，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变化。那么它是到了3月31号
确实是跌破了5504了。那么跌破5504之后，一个这个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哎，反弹了3天，给到了一些让大家出逃的一个机会，起码在小周期上是给到了一个出逃的机会。那么先看一下这个日线上，这个昨天是跌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我们看一下是一个什么关键的位置。从最高点下来有3段了，对吧？是3笔，或者说3浪。你要说3浪的话也比较准确，就浪形里面是3浪，因为3浪里面下跌的话都是主跌浪，3浪都是主跌浪，也是最凶狠的一浪。那么它昨天跌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我们经常看的等比例的位置，5144.17，5144.17，也就是从前面这里的下跌的一个等比例状态。那么昨天是快速跌破了5114.17点，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第3段跟第一段比较空间大，它比它的空间大，没有被持啊，没有被持意味着它可以继续跌，它可以继续下跌，直到什么时候会止跌呢？直到它的内部出现饱满结构的时候才会止跌，也就是说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是次级别需要有2个小中枢。现在这里我只要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本周期看有没有超过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就是出现一个重合。这里本周期如果说有3根 K 线的一个重合，说明它的次级别或者说大部分的时候是次级别是有中枢了。那么现在看的话，现在是日线，这里有3根 K 线，第二个3根 K 线并排并没有出现呢，它最少要出现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反弹，对吧？所以说它现在走的是离开段啊，它走的是这个的离开段，这是进入段，这个离开段，这个段还没被持呢，那这个也就是说，60分钟上还没被持，它可以一直跌，然后在这里出现第2个小中枢，才有可能结束这个的下跌，然后才可能弹一下，弹一下。如果说碰不到5504的话，还只是一个4浪反弹，是一个日线的4浪反弹，还可以有还可以有第5浪、第5笔。所以说呀，呃，这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做多的话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那么我们看一下最终的这个5786的次级别，我们把其他的稍微清一下，然后现在是5786，我们把它这里断开，然后这是1小时上，1小时上现在是3段。那么这3段，我们肉眼看的话，明显第三段强啊，没有被持啊。我们也可以用工具看一下，对吧？等比例在5397呢，你看到没有？这刚好是一个到了这是哪天呢？这是4月3号周四的时候，周四的收盘刚好是收在了等比例的位置，这也是这个图形是这帮机构做出来的，刚好是收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就是看那个周四在等消息嘛，对吧？看看如果说有好消息的话，就能够弹一下，然后再下，甚至是弹一下直接上也可以。但是它刚好卡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也说明了这个5400吧，一个整数位，也说明了5400这个整数位的这个技术含义在这儿了。然后直接周五那个特朗普一个疯狂的一个这个周五是中国开始反制，对吧？也是觉得这个特朗普是在 bluffing。那么现在这个很多国家有可能会效仿。之所以市场周五跌得那么凶的原因，就是害怕欧盟了或者其他的国家开始效仿中国的这个强烈的反制，那么也是大幅加关税，所以说周五跌的也是确实是非常的凶狠。那么在图形上，我们知道了5400这个技术含义，为什么在这里卡在这个位置，对吧？那么跌破5400之后，说明这段就没有被持了。那么在1小时上都没有出现被持啊，对不对？但是呢，好就好在小时上，我们看一下，超过3根儿，但是这个就跌了，你看到没有？这是这种盘旋下来的，盘旋下来的。所以说啊，就看现在是这个里有希望弹一下，在1小时上是有希望弹一下，弹一下之后，但是它离前面那个特别远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5488，也就是说这里弹一下的话，
想碰到5488的可能性，除非是特朗普那边就改口了啊，对吧？他的这个不确定性又变了，可能是不加关税了，或者不加这么多了，或者对一些重要的国家不加这么多了，那可能会让市场这个兴奋起来。如果说不能的话，那么就是只是一个四浪反弹，也就是四浪弱反。一般四浪弱反的话是不参与的，因为它是可以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反弹之后直接往下走，走第5段，就是更好的是等待一个相对饱满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五笔下跌或五浪下跌之后，再开始看看有没有机会。就是现在这个你要做多的话，就非常非常的谨慎，需要非常小心。好了，这是这个针对标普，我们简单这个看一下图形。反正现在这个状态的话，就是把级别抬高，在这种类似一个单边下跌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把级别抬高的好处就是能够因为我们需要进场，首先要有底分型吧。现在底分型没有吧，对不对？你看这个位置，你是进场是尝试一下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一个日线上出现了一个3段背驰的一个状态，三段背驰，然后是跌破了5504之后，一个快速往上拉，而且这个回拉当时从5786下跌的这一笔是成笔的，对吧？跌破它之后出现盘整背驰，它的内部可能不够特别的饱满，但是一个快速回拉的时候，那说明这个可以是一个小转大的一个状态上来的，这个位置你进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而且它后来出现底分型之后，你再进也可以啊，出现底分型之后再进，起码也还能再涨一天，对吧？因为想要做，我们进场是依据的是市场继续延续，比如说我在5504上涨，这个5504进场的，原因是因为这里要延续上涨了，出现底分型之后要延续上涨，这是我进场的依据，对吧？我们赚的是延续的钱，就是走势延续的钱。如果说走势不延续了，它不继续延续，要掉头了，你在这里继续做多，那肯定要亏钱的，对吧？所以前提是一定要出现底分型这么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标志，出现底分型才可能出现这个走势向上延续。连底分型都不出现的话，它不可能延续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连底分型的影子都没有呢。你想，起码看下周，如果说再打一个低点之后，看看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底分型，甚至也是可以一个包含关系的，然后再隔一天，看看能不能给一个底分型。所以说，现在这个状态就是，首先把周期拉高，不要做太小周期的，因为你一旦操作不够熟练，然后小周期这个又看的不好的话，就很容易这个不出的不及时，或者你容易逆势操作。你要是喜欢做小周期的话，就是逢高做空也行，对吧？逢小的反弹，小的比如说5分钟，有任何反弹就做空的也可以，对吧？任何反弹都去做空的也可以，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但是它的周期非常小啊，需要你去盯盘。如果说做不到的话，那你就可以用来观察，那就尽量少操作。现在这个位置，多看少动，这样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这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也看一下这个 VIX。在周4做直播的时候，我严重的我单独把这个 VIX 拿出来给大家分析了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也就是在周4我不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直播嘛，也就是这个4月3号直播的时候，我特意把这个 VIX 拿出来，我跟当时说，这个12.7这个最低点是一买，然后这里有一个中枢，当时这个是在这个位置，对吧？4月3号，那我当时说是从零轴起来的，它这个是从零轴起来的，然后当时周4的时候，我们当时说的时候，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 K 线，然后是这样起来的。我当时说这个VIX 下不去的话，因为从零轴起来的这个杀伤力都非常大，我们当时还用前面的这个做了一下比较，就这个位置也是从零轴起来的，你看它这个杀伤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当时建议就是不要盲目进场，你不要盲目进场捞底，因为你毕竟散户的资金量是有限的，你要把你有限的这个子弹要留到可能的拐点的时候。那么周五的话，又是一个50.9%的一个上涨，对吧？这个说明，而且它没有出现那个上影线，看到没有？这个当时在
24年8月5号这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影线砸下来了。看这里呢，一个大实体，一个大阳线，一个光头破脚的阳线呢，就是典型的多空，达成一致的一个状态，对吧？大家都知道现在要做空了，那么这些机构，VIX 就是这些机构都去买这个做空的期权去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没有任何衰竭的状态，没有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不可能回来呀，对不对？但是现在也不用太恐慌，它也不可能长期的维持在这个状态下。你看它，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周线上，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对吧？40以上的都比较少见，嗯，40在这里，sorry， 40在这里，对吧？40以上的话，它维持在40以上的这个时间都比较短，所以说，这是在08年的时候，我们看一下08年的时候，差不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吧，在这个40以上。但是你如果说能扛得住的话，如果说能够扛到解放的时候，等待这个这个国家队进场的时候，能来解放你也可以。所以说他能想维持在40以上，需要非常非常这个坏的市场才能维持在40以上。那但是现在并没有出现它衰竭的状态，那么你要进场做多的话，那就是刀口舔血的一个活，对吧？所以这个通过这个观察 VIX，我们就知道现在市场有多坏。好的，再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会员朋友们提问的这个耐克，我们看一下耐克这个图形。虽然说耐克以最近这一周吧也下跌的非常厉害，但是耐克并不是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的，你发现没有？很多股票是最近一个月才出现这种大幅下跌，但是耐克我们看它的这个大周期，现在看的是月线，它的这个见顶是哪天呢？是这天，是在21年11月1号。21年11月的时候就见顶了，它不是现在才出现大幅下跌的，所以说耐克的问题可能是它自身的一个状态，多多少少可能也有一些宏观面的，但是更多的是它企业自身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今天看一下耐克的这个每一根，现在看的是12M，也就是年线图，每一根 K 线是一年。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从这个最低点上来的话，这是一个年线的大二买。现在这个回撤的话，也是成比的，它连跌了4年吧，连跌了4年。所以说，这4年的时间，耐克可能是自身是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那么现在这个回撤也够比了，如果说这里能够企稳的话，给到一个年线的底分型，那么这就是一个年线大二买呀，看它能不能够起来一笔，甚至在这里做一个中枢，或者说是直接再突破前面的高点，出现一个年线图形上的三段也可以。所以这里有希望出现一个年线的一个大二买，但是这是年线图形，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季度，季度上说啊是一笔，从179到52.5是一笔下跌，然后月线，月线上三段，我们目测的话，感觉这个空间差不多，这三段我们用这个扩展器测一下，发现什么呢？发现等比例在34.43，也就是第三段现在有这个没到等比例，对吧？然后它的内部这个明显是有抵抗的，前面这段你发现它的那个下跌是非常流畅的，抵抗比较小。这个第三段的时候，抵抗是比较严重的，说明它的这个内部是有抵抗。那么现在是还没到34.43呢。如果说能够出现一个底分型，它前面也是出现过底分型的，我们看出现过几次。这里是一个底分型，这里是也尝试出现底分型，但是它哪个低点低一点？我们看一下价格88.77，刚好没有跌破那个，所以这个是不能够看成一个底分型，这是一个底分型，然后从这里，对吧？然后现在就再没有底分型了，就是出现过2次底分型，想尝试这个有大的反弹，但是都被打掉了。那么现在到这个最低点52.5还没有出现
月线的底分型呢，对不对？你要想做一个确定性的这个交易的话，起码要有个底分型吧，起码给你涨2个月，对不对？这也是出现底分型之后涨了2个月，现在还没有底分型呢，那么就是下跌延续。我们看一下最后这段的这个内部次级别周线，我也已经画出来了，从131跌到52.5，上面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两个中枢升级了。但是因为它这个空间相对是比较大的，一般我们说的是，中枢升级之后，这个中枢就扩张了，对吧？扩张之后，按照我们的模型的话，它是，这个是第一个中枢，它可以继续向下来，然后在这里做出来第二个大中枢，然后再结束这个，整个的下跌，是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呢，因为它在周线上这个空间是够大的，所以说它也是完全是可以是，只有一个中枢，就是说升级之后，这里是一个中枢吧，一个中枢也可以结束的，就是盘整走势类型结束也没有问题，直接这个掉头向上也可以的，对吧？所以说这是两种分析，那么就看它怎么选的话，就看它市场的这个合力表达了。我们最终关注的还是合力表达。那么现在这个它的结构相对还是挺饱满的，两个中枢之后，第二个中枢还给了一个三脉，第二个中枢这个位置还给了一个三脉。那么这个三脉82.44，这是我用这个递归画出来的一个三脉。为什么说这么说呢？从70.32啊，它这里还有一个低点68.62。如果说你以68.62划分的话，这个是不够比的，它只有3根 K 线，因为这下面这还有包含关系处理，包含处理之后只有3根，它是不满足比的定义的。所以说，但是呢，它这个82.44针对上面这个中枢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弹确认，对吧？所以这个的技术上的含义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不画出82.44这个位置，如果说你分辨不出来这种位置的话，这个三脉如果说如果说没有逃离，没有那个出一些仓位的话，那么从82.44一直跌到52.5啊，对吧？这个杀伤力还是非常大，也连跌了5周，连跌了5周。所以说这里我是用递归的模式画出来，这里是有一个三脉的。那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段，也就是这个82.44跌来之后的这个内部，因为它现在周线上也没有出现底分型啊，周线上现在这个底分型也没有出现。你想让它的止跌的话，连底分型还没有影子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看看能不能够，因为内部的话，用我们这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有3根 K 线并排，没有啊，都是每天出一个新低，每天出一个新低，说明这个延续性非常好。那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次级别没有中枢，82.44下来之后没有任何中枢，对吧？它的次级别是有中枢了，现在看的是日线，这里有过尝试反弹，反弹，反弹，就是它的次级别是有中枢的。我们可以看一下1小时上，那么1小时这里是有一个中枢，对吧？这是下来之后的第一个中枢，然后再看这里，这个中枢是不满足的，这是一个上下直接下来了。我们看一下这里，也是可以当成一个吧。为什么说可以当成一个呢？就是这5根 K 线呢，其中有一根 K 线的低点破坏了这个结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结构现在是已经完成的结构，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小小的中枢也没有问题，说明它就看它的延续性嘛，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画图的已经有的图形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这种不影响我们分析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一个中枢的好处就是你能够知道它的一个延续性。那么在下面的话是，再就没有中枢了，也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趋势下，这个反弹也不够，所以说这是2个中枢的一个趋势下，但是因为它这个离开段这个虽然说也出现了一个三脉，针对第二个中枢也出现了一个三脉，但是它的离开段的这个下跌太狠了，它的离开段没有任何背驰的迹象。从这个下跌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把它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最后这个结构给它画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有没有
我们看这个两个高点应该是没有接触上吧？我们比较一下价格，如果说接触的话，就会出现第三个中枢。哦，有接触了啊，这里已经出现了第三个中枢。你看它这个反弹的位置也非常牛，对吧？就是68.15就是一个压力位，它刚好是弹到了68.4就往下走，也说明了这个68.15的含义。因为68.15反弹的这一笔针对上面这个中枢是三脉呀、也为什么说68.15的重要性在这里呢？因为它这个构成了这个最后一个中枢的三脉。那么我们看一下它整理的一个结构，就是三个中枢，三中枢趋势下，三中枢趋势下之后，现在有希望出现第三个中枢的三脉了。这是第三个中枢，也就是1小时上的最后一个中枢。那么有希望出现一个三脉点。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反弹的区间，已经到了0.5了，对吧？周五这个耐克是上涨的，它跟其他大科技公司不太一样，它是上涨的。我们看一下日线上，它涨了3%，因为耐克之所以也被这个特朗普的这些关税的政策，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打击。原因是耐克的好多工厂在越南，那么特朗普这个不是对越南加征了很大的税吗？但是周五的时候好像说，越南要跟特朗普可能有一些变化，关税上可能要把对美国的关税降到零，所以说这可能对耐克来说是一个利好吧。然后耐克当天是涨了3%的。那么我们再回到1小时上，就是先看一下它最终的一个演变。现在这里如果说不能够继续往上弹，如果说再往上弹一弹到60的话，也就是0.018，还是回不去，还是三脉，那你就等待一个三脉转二买的一个状况，对吧？如果说不能够再次跌破52.5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三脉转二买的一个模型，看看能不能够出现一个第三段的不背驰的一个上涨，也就是这个1、2、3段，这是第三段。那么1、2、3不背驰的话，就有希望走一个4和5，甚至是回来也可以，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继续往上走也行，对吧？那么现在就是这样，如果说打破了一个低点的话，跌破了这个52.5，那就会出现盘整背驰。出现盘整背驰之后，你再看一看1小时上能不能够做一个盘整背驰点，然后看是不是要在这里做第四个中枢，还是说力度非常强的突破这个小高点58左右这个高点之后，然后给你一个回落走反向，对吧？就是现在就是需要等了，或者说你已经要准备进场的话，现在是肯定是不能进，等待它回落一笔之后，是给一个二买，还是说再次跌破52.5之后给一个一买，做1小时上的二买或者说一买，这就是在1小时上。那么再回到日线上，那么日线的话，因为这个周线是一个三段嘛，对吧？周线现在是一个三段的一个下跌，如果说想出现任何的变化的话，那就需要这个周线上如果说给一笔反弹的话，还要看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低点70.32，如果说碰不到这个低点，还要再继续下。所以说我们想，或者说你要想做它的话，期待的肯定是能够强势突破这个最后这个小中枢，最后这个类中枢，也就是82.44之后，在这里做中枢往上走。说你可以利用这个最后这两个关键的位置来这个衡量它的一个强弱度。好的，那么的话就是针对这个耐克，它的图形还是如果说你分解来看的话，你如果利用缠论分解看，其实是相对容易的，它的结构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方法的话，那你其实看都不知道怎么看，对吧？它的还是比较乱的。那么做这个的话，你肯定是需要对这个行业，需有比较深的这个理解，才可能拿得住。如果说只是想做一个短期反弹的话，它可能不是最好的标的，但是就看个人的一个把握吧。我们也只是通过图形来看一下它可能出现的一些变化。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再见。